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这礼拜超冷的，突然怀念起妈妈这道很美味的透抽面线，简单的汤头却很美味。我们先把蔬菜都清洗干净，清洗的时候尽量保持蔬菜的完整性，像是这个根部的地方，清洗干净后再去掉会比较好。你可以像这样用剪刀剪掉，就不会弄脏砧板了。芹菜这边比较容易卡脏污，剪掉之后再冲洗掉泥沙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先切除掉再浸泡清洗，除了营养会大量流失之外，芹菜也会变得卷曲丑丑的。洗好之后呢，放在网架上晾干就可以了。准备多一点的红葱头，我们要做油葱酥的部分。像这样用刀子把比较粗的表皮去掉，就像帮它脱衣服一样。油葱酥制作需要花一点时间，我建议一次可以多做一点，这样下次要使用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了。然后再慢慢的切片。如果你怕流眼泪，可以放一台电风扇往旁边吹，就可以舒缓很多了。准备2瓣蒜头，先排列开来，放一旁备用。蒜苗斜切，蒜苗熬汤的味道会比较够味，当然用葱也是可以的。我这边有一些已经变黄的葱，葱绿不要了，葱白就一起切一切来熬汤，一样随意的斜切就好。把老姜先切成片，再切成丝。等一下我会把食材分量放在片尾。先来煮一锅热水，等一下要煮高汤用。把这些切好的红葱头放到锅子里，加入一些橄榄油跟苦茶油来煸油葱酥。油的分量大概盖到红葱头就可以了。等油放进来之后，再开中火加热，先搅拌一下，让红葱头都均匀的沾附到油脂。渐渐的油会开始起泡，然后泡泡会越来越多。稍微的搅拌一下，让受热均匀一点。大概看到红葱头开始变色的时候，再把火转成最小火。这时候红葱头的颜色已经越来越金黄了，看起来变得立体，差不多就可以起锅咯。用一个碗跟不锈钢漏勺来过滤，把油葱酥跟葱油分开。这时候先把多余的油沥干，再把煸好的油葱酥倒到厨房纸巾上面来晾干，这样可以去除掉大部分的油脂，让油葱酥保持金黄酥脆的口感。你看现在酥酥脆脆的样子，看了就想抓一把来吃。这个葱油呢，你可以拿来做任何料理，都可以增添风味哦。我们在锅子里加入2大匙的葱油。我这边有一些日晒的扁鱼，等一下可以熬汤用。没买到的人呢，也可以把蒜苗的分量增加就可以了。把这些姜丝跟蒜头放到锅子里面来爆香。开中火，慢慢的煸出香气。大概看到姜丝开始起泡泡的时候，就可以把扁鱼放进来了。稍微的翻动一下，让扁鱼都沾到油脂，直到扁鱼煸到金黄酥脆的样子，大概像这样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把蒜苗跟葱白都放进来，一起炒出香气。一点盐，一点白胡椒粉调味，直到蒜苗都炒软，香气都释放出来。这时候放入一点米酒头或者米酒都可以，继续的翻炒，直到酒精挥发掉为止。把刚刚煮滚的热水迅速的倒到锅子里面煮滚，让味道融合。大概像这样，让汤翻滚5分钟左右。趁这个时候补一点盐跟白胡椒粉，1小时的糖提鲜。
如果你手边有鱼露的话，也可以加1大匙进来，可以增加鲜味哦。煮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可以把火转小一点，像这样维持小滚的状态，大概煮20分钟左右。等待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来处理芹菜的部分。这些芹菜叶丢掉是蛮可惜的，你可以保留下来，下次拿来煎蛋或者是煮蛋花汤都很好吃哦。把这些芹菜切成珠状，切这些呢是有一点烦，你可以一次通通切完，放到保鲜盒里面保存起来，这样下次就很方便了。再来切一下透抽，像这样随意的斜切就可以了，保留透抽的皮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比较脆一点。面线我用的是手工面线，口感会比较好。这时候汤底也差不多熬好了，先把火关掉，然后把汤里的料都过滤出来。不过滤也是可以的，不过我女儿特别讨厌杂料。像这样呢，过滤掉，汤就看起来舒服多了。再把汤倒回到锅子里，开中火加热。我这边有前一天涂好沙的蛤蜊，不需要退冰，直接的放到锅子里面煮。大概煮到蛤蜊都开口后，就可以把火转到最小火了。如果你觉得汤味道比较咸一点，可以补一点热水进来。现在尝看看味道，再来做调整。最后把这些透抽慢慢的放进来，用浸泡的方式泡熟，让透抽都泡在汤里面，大概30秒左右就可以关火了。用泡的方式，透抽才会很嫩，不会变硬哦。你看，非常新鲜的透抽哦，它跑掉了。汤都煮好了之后，就可以下面咯。这种面线呢，大概煮30-4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面线直接的放到碗底，加一点芹菜，金黄酥脆的油葱酥，一点白胡椒粉，把高汤加进来。最后满满的透抽放上来，非常美味的古早味透抽面线就完成啦。今天示范的汤头会比较麻烦一点点，平常没时间的话呢，用油葱酥简单的做汤底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呢就没有办法像这样带有深奥的味道。看起来好好喝哦，我的肚子已经咕噜咕噜的叫了。这个汤头呢，搭配面线简直是绝配，太好吃了。还有这个透抽的口感也好嫩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